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政坛和舆论一些人使用所谓去风险的新词来替代原来的脱钩的说法。中方早就揭露，所谓的去风险就是去机遇。实际上，欧洲权威智库德国经济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证实，经贸数据不支持所谓的去风险化。恰恰相反的是，中欧尤其是中德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在欧洲经济遭遇能源短缺、通胀高企等俄乌冲突外溢效应风险的时候，是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有力支撑了欧洲经济的运转。今年6月，欧盟峰会联合声明首次提出所谓的去风险说法，声称一方面支持继续保持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则要减少欧洲对中国的经济依赖。7月中旬，德国政府发布史上首份全面对华战略文件，长达64页，也提到所谓去风险，但不追求对华脱钩。报告显示，中国是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但中国对欧洲的依赖在不断下降，而德国对中国的依赖近年来却不断上升。德国政府敦促与中国有业务的企业加强风险分析，还计划调整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但各种统计数据显示，所谓的去风险只是一些政坛人士一厢情愿的口号。欧洲权威智库德国经济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德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2022年，德国对华出口增长3.2%，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了34%。报告结论认为，德国对华贸易丝毫没有降低风险的迹象，但观察认为，这意味着强行去风险根本行不通。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显示，去年该国对华贸易逆差上升至约840亿欧元。分析指出，德国也是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造成德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去年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发起超过10轮制裁，引发能源价格和通胀飙涨。本地工业原料价格上涨到企业难以接受的程度，因此企业主们决定扩大对华进口来维持正常生产，并使德国的商品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实际上，为了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去年11月初，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北京时，就带来了12家德国知名企业的高级商业领袖代表团。德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德国从中国进口增幅最大的是化工产品。以全球化工巨头巴斯夫为例，去年因为德国的天然气价格高得离谱，该公司位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全球最大一体化项目陷入运营危机，甚至一度发出停产的警告。因此，德国企业选择从中国进口替代品。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还证实，2022年德国用于数字化和碳减排的稀土产品中有超过90%来自中国。分析认为，如果不是中国质优价廉的原材料支撑了德国的工业体系，德国 GDP 恐怕很难维持1.8%的增长率。从中国进口必要的商品对德国来说不是所谓的风险，不仅支撑了该国经济较为平稳运行，还对德国完成减少碳排放和数字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遗憾的是，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却是对该国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发出警告。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是德国最大、最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长期为德国政府制定经济策略提供支持。政府的意图却与经济界的现实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看到呢，目前中德的贸易额是依旧在上涨，那同时呢，中德之间的相互的投资的数字呢也比较喜人。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这样的政治化的施压，实际上呢没有对企业界的行为产生真正的引导性的作用。那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反映出目前中德关系里面政治相对趋冷，但是经济依然火热的现实。实际上，对于欧洲兴起的所谓去风险谬论，中国外交部早在7月时就回应称，以去风险降依赖之名行竞争和保护主义之实，将正常的合作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只会适得其反，人为制造风险。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企业长期受惠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积极维护者。德国知名汽车品牌奥迪近日就强化与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合作。德国之声电台报道称，奥迪计划首次采用在华合作伙伴上汽集团的技术平台，最早于明年在中国生产2款电动汽车。这意味着未来奥迪的4环标志后面运行的是中国企业的技术，这在奥迪品牌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但奥迪 CEO 马库斯·杜斯曼强调，与中国企业合作是奥迪未来发展的关键。
外界注意到，德国商界与红绿灯政府中的部分官员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增大，而德国经济却不断亮起红灯。近期，国际权威经济组织不断下调德国的经济增长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认为，2023年德国经济总量将萎缩0.3%，而中国则为增长5.2%。而作为一个显示制造业复苏态势的关键指标，德国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仅录得38.8%，刷新2020年7月以来新低。一般认为，这一数值高于50，显示制造业将向上发展，而德国7月的数值竟然低于荣枯线11.2个百分点，这也难怪全球经济界都对此大感震惊。分析认为，德国经济不景气与该国的红绿灯政府对华关系踩刹车，企图推动去风险化有直接关系。对于德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体而言，打开门做生意，遵守市场规则是王道。中国巨大的市场重要性毋庸置疑。德国政府试图给连续第6年排在首位的贸易伙伴国制造贸易障碍，实属不明智。有德国媒体认为，任何想让德中经贸关系疏远的离心力，都比不上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吸引力。德国《明镜周刊》近日也反思该国的经济前景，发文指出，试图通过贸易壁垒来降低政治风险，本身就是一种风险，道理并不复杂。跟随美国强推所谓友岸外包、供应链重组，势必造成全球贸易流动受阻。对企业来说，开发新的、更加分散的供应链将大幅提高成本，很多企业会因此一蹶不振，甚至走向消亡。德国大荷兰人公司中国区总裁本斯说，不与中国合作才是企业发展最大的风险。中德之间在供应链和产业链各个环节之中咬合的相当的密切。比如说，一辆电动汽车，它里面很多的零部件呢是产自于德国的，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包括电子的器件是来自于中国。这样的一种密切的产业内的合作呢，标志着中德贸易额在未来还有可能会再创新高。如果说政治方面的强行的施压干扰企业的自主运行，对于德国经济来说呢，并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另一大国法国就不赞成去风险。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上周来华出席中法财经高层对话，他表示，数月来在西方屡屡提及的去风险一词，并不意味着中国是风险。他强调，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是幻想，是不现实的。法国完全反对脱钩的想法。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访问欧洲时也明确提出，在相互交织的经济世界中，脱钩是一个伪命题。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来在11个欧盟国家对1.6万人展开问卷调查，多数受访者认为，欧洲应该与中国保持良好经贸关系，在政治问题上不应在中美间选边站队。实际上，中欧之间，无论是在传统的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产业方面呢，都存在了广阔的合作空间。外界还注意到，与欧洲企业家的选择一样，美国企业在对华投资和贸易这件事情上的热衷程度甚至更高。继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比尔盖茨等美国商界大佬纷纷访华寻找商机之后，近期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决定在深圳设立一个新的创新中心，来加强与中国的商业关系。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这是美国芯片产业在美中关系恶化、华盛顿不断升级芯片出口限制的背景下的重大决定。据悉，英特尔在深圳投资的英特尔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将聚焦人工智能、芯片应用开发、边缘计算、数字化发展等前沿科技领域。分析认为，美国政府企图打破中美半导体产供链秩序，已经给英特尔等美国企业造成巨大损失。英特尔中国业务2022年财报显示，去年该公司在中国少赚了58.36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了近1/3，造成英特尔母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法国经济部长访华时说，脱钩不现实，中国非风险，这引起欧洲右翼媒体的讨论，说德国还要在中美间骑墙多久？会不会和法国站在一起呢？您是如何看？我们首先要知道呀，欧美之间呢是相互影响的。欧洲呢，特别是在经济上，还是有相当大的自主性。与中国脱钩呢是美国的主张，欧盟提出脱钩不现实，还是换作这个去风险吧。此后呀，美国呢也便用去风险几个字。美国财长耶伦还强调，与中国经贸脱钩太危险。所以我相信啊，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在北京说的那几句话，脱钩不现实，这个中国非风险，不仅呢会影响欧洲国家端正对中国的态度，也会影响美国。
那么说到德国对中国的关系，舒尔茨就任总理以后呢有所调整，但是始终没有和美国站到一起。用欧洲媒体的话说呢，就是德国呀试图在中美间左右逢源，仿佛呢同时在两场婚礼上跳舞。前不久啊，德国出台的对华战略文件，虽然强调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因此呢急需降低风险，但是呀，德国把降风险的权利交给了企业，让德企自行掌握。这呢被看作是德国政府无意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不跟随美国。那么中德经贸实践究竟是怎样的呢？根据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德国呀没有任何迹象要对中国去风险，恰恰相反，中德经贸关系啊是变得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更加互惠，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遵循市场规律就不可能出现脱钩断链的现象，只会呢优化资源配置。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断链采取的手段呢，可都是行政手段、政治手段，也就出现了中德经贸和中美经贸的显著差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景。美国务院证实，美方已经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美，并希望中方接受邀请。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多位高官访问中国，美媒爆出美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可能在8月下旬访华，以缓和双边关系。但美方的诚意有限，一边派高官访华，一边还在强化对华打压的力度。接下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能否进一步止跌企稳？来看看报道。In the meeting yesterday, we extended the invitation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made clear that that invitation did transfer over to Minister Lee. We certainly expect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they would accept, and it is a trip that we expect to happen, but we have not yet scheduled a dat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1号的记者会上证实，美国已经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华盛顿。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务院7月31号深夜发布消息称，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当天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北美洲和大洋洲事务司司长杨涛。美方称，这是保持沟通管道畅通、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并用坦诚、实质性和富有成效形容这场会谈。中国大使馆随后发布的消息稿中同样使用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描述，并强调杨涛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3人继今年6月康达与贝沙兰访华后的再次会面。美媒称，会谈持续了1整天，同时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后双方工作层级的又一次磋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表示，杨涛此次访美或在为中国外长后续回访美国铺平道路，也可以进一步推进现有的沟通成果。值得注意的是，6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以及7月中旬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王毅都与布林肯进行了会见。王毅对布林肯明确表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重回巴厘岛议程，下一步的关键是拿出实际行动，争取两国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双方要从具体事情做起，坚决阻止灰犀牛，妥善处理黑天鹅，彻底搬掉拦路虎，为中美关系的稳定积累条件，排除干扰。美方其实他在一系列领域的利益诉求，实际上由于得不到中美关系的有力配合，得不到中方的有力支持，其实呢也面临很大的困境。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以来，从布林肯到耶伦，美方的一系列高官呢都积极的来访华，同时呢美方呢确实呢也在多种渠道、多个场合呢表现出愿意呢缓和中美关系、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美方呢它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呢，它确实呢还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有效的管控，为自身呢在包括气候变化、包括经贸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利益诉求、利益目标服务。外界注意到，美方虽然不断提出要校准中美关系，避免冲突对抗，但并没有减缓对华打压的力度。美国白宫网站日前发布消息宣布，将动用总统提取权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价值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具体项目包括装备、军事教育和培训。美联社披露，美方将向台军提供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枪支以及导弹等，并称美国国会在此事上正不断向白宫施压。8月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表示，已就此事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主动向美媒爆料称自己正在筹备8月底访华，但8月1号，美方以涉疆问题为由，将2家中国企业拉进所谓实体清单。彭博社近日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拜登计划于8月中旬之前签署升级对华半导体领域技术投资管制的行政令。分析认为，假如上述消息属实，将给中美关系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也将再次暴露美方嘴上说要稳定对华关系，但实质上却不断破坏两国关系的真实面目。这将给雷蒙多声称的访华行程蒙上阴影。目前呢，美方的对华政策可以说呢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既要又要。可以说这本身呢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双重目标。美方啊，它的根本问题就是对于中国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发展这种基本的认知定位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只要美方坚持错误的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视作对美国的头号威胁，那么中美关系未来呀，一定还会面临着很多的波折和困难。美国舆论近期关注的焦点是该国的内政和经济问题。虽然拜登表示对美国第2季度经济增长2.4%很满意，但国际评级机构惠誉1号却泼了一盆冷水，将美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3A 下调至 AA+。由于惠誉评级的权威性，评级下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影响极大，不仅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借贷成本，还会影响它的国际声誉以及国际投资者的信心。2011年，惠誉下调后时，美元指数大幅下跌，美国股市也暴跌，黄金价格飙升，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惠誉解释称，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居高不下且不断加重，未来3年财务状况预计将持续恶化，是他们不得不下调美国评级的主要原因。该机构还表示，过去20年中，美国反复出现债务上限政治僵局，常常拖到最后一刻才有解决方案，削弱了人们对美国财政管理能力的信心。美国财政部网站的信息显示，联邦政府债务规模7月31号已达32.6万亿美元。据报道，美债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的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预计美国2023年的实际 GDP 增长率将由2022年的2.1%放缓至1.2%，2024年进一步下降至0.5%。观察认为，美国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也是其近期希望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原因之一。但美国国内反华的歪风，导致拜登政府的政策自相矛盾，释放出相当混乱的信号。从更加宏观的领域来说，美方呢一定要放弃自身这种错误的霸权思维，将中国的发展呢看作是美国的机遇和世界的机遇，以正常的心态来看待呢中美之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这可能呢是一个从宏观战略高度需要美方加强认识的。美国国务院说已正式邀请中国外长王毅访美，那么中方为何还没回应？促成王毅到访美方还应该怎么做呢？梅西你好，美国邀请王毅访美，大概呢是中美外交高官在华盛顿工作磋商的议题之一。但是呀，中美外交官华盛顿磋商的报道中，中美呢还是有差异的。中方说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会谈，美方呢则说双方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会谈。那么美方呢如何体现富有成效呢？美国国务院呢就急不可耐地宣布了，说呀这个美方正式邀请王毅外长访美。当然呢也承认不知道中方是否接受了邀请，反正呢美国是期待中方能够接受邀请。那么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方并没有做出回应呢？我估计有3件事中方对美国并不满意，还没看到这个美方有落实的迹象。这3件事都是王毅亲口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的。那么今年6、72个月呢，就当面讲了2次。这3件事是要求美国取消对华非法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打压，不得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说白了呢，就是要求美国取消对华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放弃对华在芯片和技术上的出口限制，在台湾问题上呢，不得一次次的玩火。美国政府呢，已经有3位高官访华，国务卿、财长、总统气候特使。第4位高官，商务部长雷蒙德呢，也将在本月底访华。看美国究竟做了什么呢？好像什么也没做，只是不断的口头承诺要稳定中美关系啦，减缓中美紧张了。而更糟糕的是，美方在不断的制造麻烦，特别呢是在台湾问题上。
赖清德窜美呢，是中美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考验。美方如何处理，恐怕呢会影响王毅访美。如果美方处理方式超出了中国的底线，那不排除呢中方会让美国的邀请信变成废纸一张。换句话说，王毅是否访美，什么时候访美，就要看美国怎么做了。特别呢要看美方如何处理赖清德窜美。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CBD 区域的一座办公大楼在最近3天内连遭2次无人机袭击，而乌克兰军方最新还发布了一段视频，发出预告式的警告称，8月24号乌克兰独立日这一天将对莫斯科进行毁灭性袭击。国际社会担忧，俄乌冲突下一阶段的范围或将远超目前的主战场，局势恐将进一步失控。7月3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警告俄罗斯的视频，宣称在未来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乌克兰将对被俄控制的地区及俄多个城市发动袭击，并最终在8月24号乌克兰独立日袭击莫斯科。视频上方有一条标注显示，视频制作者是乌克兰战略通信和信息安全中心。视频伴随着紧张的音乐节奏，出现了无人机和地图等元素，还有红色线条从乌克兰不同地区指向俄罗斯及俄控区域，包括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所在地塞瓦斯托波尔港等。其中一条红线延伸到莫斯科，并标注了8月24号的日期。人口密集，然后又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这些俄罗斯的大城市，显然是政治影响最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乌克兰把这个事情结合与这个乌克兰自己的一些民族主义的这个时间相结合，然后去特地的策划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放出狠话。8月1号，他表示，乌克兰正在准备对俄罗斯领土发动新的攻击。此前一天，他警告称，战争正逐渐回到俄罗斯领土，尤其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中心地带和军事基地。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也声称，总会有东西在莫斯科上空飞行。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小打击和大野心。乌克兰用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袭击，意在制造恐慌。有统计显示，自6月上旬乌克兰在该国南部和东部发起反攻以来，1个半月里仅夺回了约0.3%的领土，远未达到反攻的效果。因此，利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希望向美西方寻求更多的军事援助。这些无人机攻击来说呢，它的实际攻击效果显然是它的这个政治意义要远远的大于它的军事意义。因为从军事意义来说，这些无人机的无论是制导精度、攻击威力，都算不上是能够起到就是有这种举足轻重的打击作用。从攻击的范围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就会局限在像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几个少数的俄罗斯的大城市在内就结束了。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号表示，联合国反对攻击民用建筑设施的行为。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也表示，美国不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但美国政治报8月1号报道称，美国下周或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军事支持。截至目前，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3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时事评论员施洋对深圳卫视表示，因为不希望俄乌冲突停下来，美国在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无疑是绝对的主导者。但作为乌克兰来讲，毕竟一段时间以来的反攻效果有限，他也会根据收到的实际装备来决定反攻的程度。无论是豹2A6还是这个美国援助的这个 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它都没有办法达到就是之前如同乌克兰人所幻想的或者西方人所吹嘘的那种，好像当时以一敌百，以这个极高的交换比去消耗掉这个俄军装备的这么一个能力，西方国家也不太可能再去大量的去投入，必然会对乌克兰进一步的反击会产生影响。那乌克兰也很有可能呢，根据说他收到的装备来决定说他是否要进行进一步的大规模的进攻。观察显示，对于乌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俄方已经加强了侦察和反击。公开报道显示，虽然乌克兰的无人机最危险的一次甚至在克里姆林宫屋顶上爆炸，但大多数无人机都遭俄军电磁压制而坠毁，没有产生实质打击。俄军也进行了回击。路透社2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对乌克兰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造成严重破坏。
报道分析认为，先发制人发起无人机打击是俄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重点。俄新社1号报道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视察了扎波罗热方向集团军前沿指挥所，指示部队集群指挥官注意对乌军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并进行反炮兵作战。美西方舆论高度关注俄军是否正在追踪泽连斯基。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7月31号对乌克兰城市克里维里赫发动的导弹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还有几人被埋在废墟下。路透社报道称，这座城市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俄国防部报告还显示，俄军曾于7月28号夜间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位于第聂伯罗地区的乌军指挥所。当天，泽连斯基刚刚在这一地区视察，并在这个指挥所与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和一些前线指挥官会面。分析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虽然有所延迟，但俄方的精确打击无疑显示俄罗斯情报系统对泽连斯基的行动进行了密切追踪，是向后者发出警告。一方面，俄罗斯确实有可能会去进一步的提升这种对乌的这种空袭的这个效果，从而去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反制，比如说对这个靠近波兰边境的一些乌克兰大城市，对于这个利沃夫，包括对于基辅再次加强这个攻击的力度，甚至于如果俄罗斯有这个技术能力，它可能会去选择比起之前更进一步，比如说去攻击一些特定的这个就是基辅政府的一些设施、建筑物等等的一些东西，来实现说所谓的一种对等报复的这么一个状态。俄乌冲突是否扩大范围也备受外界关注。波兰政府2号表示，2架在波白边界附近进行训练的白俄罗斯直升机当天一度侵入其领空，并宣布将加强在东部边界的军事部署。白俄方面否认有上述行为。深圳卫视注意到，波兰政府的第一版声明中强调自己的北约成员国身份，但随后进行了修改，删去了与北约有关的用词，很显然是受到了北约方面的压力。北约方面多次表示无意直接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法新社报道提到，在俄乌冲突中，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波兰政府此前还认为，兵变失败的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负责人普里戈任及一些雇佣兵转移到白俄罗斯境内，是对波兰军事安全的巨大威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俄乌冲突打了150多天，现在风险不断升高，那您是如何来看待今后的局势发展？确实俄乌已经打了快1年半了，我给这场冲突定位叫一低一高。所谓低，是指这场冲突的水平低，无论从开战的目标、战略设计以及战术操作、战场表现来看，双方都是一种较低水平的较量。在今后的战争史或者是博弈史上，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后人学习或者借鉴的，只是留下了一些教训和警示而已。所谓高呢，是指这场冲突的风险还在升高。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采用了以升级冲突风险的方式，给对方及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为自己今后可能走入谈判时增加筹码。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2个月的大反攻虽然效果不彰，但还在拼力进行。无人艇攻击克里米亚各类设施，并连续袭击俄罗斯本土。无人机频频袭击莫斯科等地，俄罗斯自然不会示弱，而且这种风险还伴随着各自内部的各种压力，比如乌克兰和北约、美国之间的矛盾，在袭击莫斯科问题上就有明显的表现。北约各国与美国也是同床异梦，俄罗斯国内也是矛盾重重，瓦格纳兵变就是一个突出例证。而且这类私人军事集团和俄罗斯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不断加剧各类冲突。现在俄乌双方不仅是双方之间的冲突有失控风险，而且双方内部也有矛盾失控的可能。我郑重建议，在即将举办的 G20 峰会上，各大国应该就俄乌危机的劝和促谈达成明确共识，并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阐明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启动实质性的劝和促谈。俄乌战局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临界点，最突出的有2个关键词：第一是要加快速度，立即行动；第二是要联合行动，相向而行。特别是中美等主要大国，美国最近要邀请王毅先生访问美国，正好可以就这些重点话题进行交流，协调看法和行动。
最近俄乌战事紧张，平民受到更大的伤害，很多民用设施遭到袭击，特别是黑海运粮协议停止和能源设施受到袭击等等，使得人道主义伤害更为突出。那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局面？现在的俄乌战局已经明显超出了军事行动的范畴，双方已经打红了眼，而且越是这样僵持，双方都达不到自己的战术和战略目标，就越会表现出急躁、进退失据的态势。这时，袭击平民、袭击民用设施目标等，就成了一张双方都在用的牌。希望通过袭击对方的交通、能源等民用设施，想办法让对方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供不上暖、用不上电等，这就使得相互的仇恨对抗更加激化，就更加剧了战场局势的紧张和惨烈，使劝和促谈就更加困难。因此，我倡议应该立即建立一个升级版的人道主义通道，就是把红十字会主持的救济平民的通道扩展为包括最基本人类生存条件，比如粮食、能源等内容。粮食通道一定要保障。中国政府在关于乌克兰危机12点声明中，明确就黑海粮食运粮协议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因为没有粮食，你救了人也没有饭吃啊。美国最近担当安理会的轮值主席也明确提出，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关注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这正好和中国的主张不谋而合。美国要邀请王毅主任访美，双方正好可以就这些重点话题进行沟通、协调看法，分别担当起在构建升级版人道主义通道和劝和促谈上的责任和作用。其次呢是能源通道。能源设施被袭击，就使得广大平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比战火还要严重的压力和威胁。特别是秋冬季节将至各方应该早做准备，可以把能源与粮食一并纳入人道主义救援通道。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不断成熟、不断进步，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即使在发生冲突或战争的时候，各方也有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底线。我们在战场上刀枪相见，但是对待平民应明显有所区别，予以保护。大家都知道，波兰是2次大战的爆发点，现在波兰形势很微妙。最近舆论在议论爆发大战的可能，那您又是如何来看待局势的发展？波兰又要出事了其实呢，这次俄乌冲突从开打的时候，波兰就显得特别活跃，有时候甚至于比乌克兰还积极言行的那种偏激似乎也更突出。波兰呢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了，是2战的爆发地。其实呢，从特朗普恶化中美关系到现在的俄乌危机升级，人们对爆发大战一直有各种的说法。我认为世界从2战的热战走入冷战，今天冷战结束都30多年了，100年变局，我们确实应该对战争风险有所防范。但是100年变局的最大特征和内在机制，并不是要引发世界大战虽然有俄乌等局部冲突，但也绝不会长久。从俄乌冲突进展的状态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反应，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战争不得人心，因为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才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所在。中国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侯友宜正在日本展开为期3天的友谊之旅。在日本，他再次提到9·2共识，反对台独。与此同时，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正在美国进行为期10天的和平之旅。他表示将向美国反映台湾主流民意，希望台湾繁荣和平。有分析认为，访美之后，郭台铭类参选的模糊战略将会转为正式参选的清晰战略。侯友宜8月1号接受日媒专访，内容聚焦两岸情势。侯友宜特别提到，他接受合乎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的9·2共识，反对台独，并称我们有责任在台海的稳定上尽我们最大努力。同时，也要跟两岸之间的对话能够重启政治交流，降低两岸的冲突，这是我一向不变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时隔16年，再次有中国国民党参选人访问日本。侯友宜在日本的行程包括到日本自民党总部拜会前首相麻生太郎、日本国会议员、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等，并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侯友宜透露，他跟日媒谈了很多事情，都是岛内政界、台湾民众一些期待的相关想法。日媒也关心这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过程。格这么的高，
可见得日本并不看衰他的选情哦，这是对侯友宜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从7月30号展开为期10天的赴美和平之旅，计划于8月2号拜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宣传和平宣言。对于当晚开启的所谓访美之行，郭台铭说，台湾目前主流民意就是下架民进党，他将向美国反映台湾主流民意，希望台湾繁荣和平，和平才有繁荣。超过60%的台湾选民认为，只有在2024下架民进党，才能让台湾转危为安。7月初，民进党主席、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赖清德投书美媒《华尔街日报》，鼓吹所谓4大支柱歪论。随后，郭台铭投书美媒《华盛顿邮报》，批判赖清德。他指责赖拒绝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和大陆谈判，只会加剧战争危险。唯有通过在一个中国原则框架下与大陆合作，两岸才能真正走向和平。深圳卫视注意到，意图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人，在选举之前去美国进行所谓面试，是台湾政坛行之有年的习惯动作。郭台铭去往美国，台媒就预计他会在从美国返台后的8月中下旬宣布参选。知名两岸关系评论员、澳门新华澳报傅全发文认为，郭台铭此次访美之后，就将会进行战略转移，从类参选的模糊战略转为正式参选的清晰战略，选择一个最适当的时间点正式宣布参选。不过有分析就指出，郭台铭所谓访美是一步昏招，因为与民进党相比，国民党最大的优势就是承认9·2共识，并且能够与大陆高层进行沟通。郭台铭本人与大陆有着较为不错的政商关系，这是他最大的资本。但他现在反其道而行之，去美国反映岛内民意，是自降身价，舍本逐末。另有分析指，若郭台铭参选，或将分流一部分蓝营票仓。台湾 ET-Today 民调云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蓝白绿三角都战局之下，赖清德支持率为35.6%，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为28.8%，侯友宜为24.3%。在政党倾向交叉分析显示，支持国民党的民众愿意投给侯友宜的比例为72.8%，显示蓝军逐渐归队。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露，根据最新的中国国民党内参民调，侯友宜已经追上柯文哲，并和赖清德差距非常小。最新内参民调，我们已经追上柯文哲啊！现在目前我们跟赖清德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尽管差距在缩小，但目前侯友宜仍处在第3的位置。针对侯友宜民调低迷，岛内律师陈长文投书媒体，建议中国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应宣布发起政党轮替大联盟，举办侯友宜、柯文哲、郭台铭的在野大决选。对此，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回应：7月23号国民党党大会后没有换侯的可能，更绝无柯侯配的可能。侯友宜会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下架民进党。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认为，非绿阵营的整合很难，现在看只有侯友宜自己民调上升，整合问题才能消弭于无形。那要整合啊，不容易了啊，现在不容易了啊。比如觉得你要去整合柯文哲，你怎么整合？对不对？那郭台铭他现在这个看起来信心满满要联署，你怎么去整合他？平常都是他整合别人，你现在怎么整合他？所以这几个人都是头上长角的，很难整合了。那国民党为今之道了哈，只有侯友宜的民调自己要冲高了。日本政府强行推动福岛核污水排入太平洋，极端不负责任。中方多次向国际社会表示强烈反对，敦促日本不要执迷不悟。当地时间7月31号，中日双方在维也纳再次就核污染水排海一事展开交锋。中方代表再次重申，日本应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当地时间7月3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第1次筹备会上，中日双方代表围绕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展开激烈辩论。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再次重申中方立场，要求日方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日方则再次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背书来说事，但中方早已揭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出台仓促，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权利审核是否排放核污染水的决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由联合国牵头主办，各国代表就核裁军、核不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等进行谈判，促进核技术的和平利用。该条约于1970年正式生效，日本于1995年加入，中国于1992年加入。
事实上，中日双方就核污染水排海一事已有数次当面交涉。7月13号，在印尼，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对日本外相林芳正表示，核事故产生的核污染水与核电站正常运行产生的废水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态度问题。今年6月，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中国理事张克俭在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当月理事会时也提出，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是关乎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的重大问题，不是日方一家私事。日方此前宣称可能在8月开始排放核污染水。日本共同社近期调查显示，80%以上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政府对于该事的说明并不充分，而日本内阁的支持率也较此前下跌6.5个百分点，跌至34.3%，创本届内阁新低。特に福島原発みたく世界中に大変な迷惑をかけて、これから復興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きに、さらに他のところに迷惑をかける。他の福島県民にも、あるいは宮城県とか茨城県の漁民にも、さらには太平洋諸国にも、それは迷惑かけるんです。为防范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日本食品输华，保护中国消费者进口食品安全，7月7号，中国海关宣布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10个县食品，对来自日本其他地区的食品，特别是水产品，严格实施100%查验。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也在7月12号表示，一旦日本启动排放核污染水，香港将同样禁止进口日本10个县的水产。近日，英国广播公司发布题为《日本核废水排海将怎样改变香港人的餐桌》的短片。短片认为，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將影響香港超過4000間的日本料理店。平時梗係中意啦，係，但係而家有嗰個核輻水啊，咁我哋好多人都唔食㗎啦，而家影響健康啊 ，cancer 少啲咯，同埋唔會去日本咯，即係周邊嘅國家都唔會去咯。佢話冇事啫。邊個可以保證話冇事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日前再添4项指控，累计罪名多达78项，包括企图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这也成为特朗普目前面临的最严重案件，被美国媒体形容为史无前例。但官司缠身，大大增加了特朗普的曝光度，还强化了他受到民主党政治迫害的形象，令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他受到的政治捐款更是源源不断。Today, an indictment was unsealed, charging Donald J. Trump on January 6, 2021, was an unprecedented assault on the seat of American democracy. As described in the indictment, it was fueled by lies. 这4项最新的指控具体包括串谋诈骗美国、串谋妨碍官方程序、以及串谋侵犯公民权利，以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起诉书指出，特朗普当时决心继续掌权，并散布有关大选舞弊的谎言，声称自己获胜，寻求推翻选举结果。史密斯于去年11月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专门负责特朗普的案件。至此，他也留下了美国历史上首次对前总统进行2次联邦审查的记录。史密斯对2021年美国国会山暴乱事件十分愤慨。The men and women of law enforcement who defended the U.S. Capitol on January 6th are heroes. 外界注意到，就在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其自创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预告史密斯将对他提起指控，并指控检方存在不当行为，形容史密斯是个疯子。特朗普还提出质疑称，为什么他们2年半前不这么做？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因为他们想把这件事放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一再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所有指控都是政治迫害。These are ridiculous indictments, and all they're doing is hoping for massive election interference. That's all they want to do. They want to damage the leading candidate. By the way, leading by far, I have to say.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8月3号前往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出庭。这是特朗普2021年卸任以来第3次受到刑事指控，也是最重的一次。今年4月，他在纽约就封口费案出庭应诉，拒不认罪。6月13号，特朗普就涉及机密文件案的37项联邦刑事指控在迈阿密出庭应诉，并通过律师表示自己无罪。特朗普现在共面临多达78项的犯罪指控，一旦最终被定罪，且每项罪名判处最高刑期的话，理论上他将面临数百年的监禁。不过，据美国法律专家表示，这些控诉并不会直接影响到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
美国宪法对于总统参选人只有年龄、出生地和在美居住年限的限制。此外，美国各州也无权阻止被起诉甚至被定罪的人参与联邦职务的选举活动。实际上，特朗普最多只会受到禁止跨州一类的限制，但他是社交媒体达人，这类限制对他的影响力没有实质性削弱。哪怕民主党对特朗普提出再严重的指控，共和党方面一定会全力阻击。那么，只要共和党方面全力阻击，要保特朗普这个人的话，那其实呢，最终要想在美国司法体系里面实现对特朗普的定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特朗普强调，即使他被判有罪，也不会停止参选总统。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分析，特朗普当前最担心的是如何承担打官司的巨额花费。按照美国大选的传统，参选人一般都不会花费自己的金钱，而是使用筹款来支付各类账单。据悉，特朗普团队在今年上半年度共花费约5700万美元，超出了其联合筹款委员会在同期筹集的总款项5380万美元。按照目前的花钱速度，特朗普竞选团队很快就会陷入财政危机。This is jus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They've spent nearly $20 million on legal fees so far. Now, whether they can afford it, whether the PAC has the money to do that is still to be determined. But a lot of these donations from people who support Trump are going directly to his legal bills.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惹上的官司极大刺激了小额捐款者的捐款热情。仅今年上半年，特朗普总共筹得的款项中，就有2370万美元来自单次捐款低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者，总额远超两党的其他竞争者。另外，让人大跌眼镜的还包括，尽管特朗普官司缠身，但他的受欢迎度越来越高，把共和党其他对手远远甩在身后。数据显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今年2月与特朗普的党内民调差距仅2个百分点，但现在已经扩大到37个百分点。路透社认为，特朗普越是密集被起诉，他的选举基本盘就越稳固，赢得党内初选的几率就越大。I guarantee Trump gets back in and get rid of the corruption that's in the White House right now. It's a disgrace. Joe Biden's a disgrace to this country.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距离美国大选还有1年多，随着官司的进一步审理，特朗普或将丢失一些对他持怀疑态度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换言之，他的支持率可能会下降。实际上，更大范围的民调也支持这一观点。《经济学人》杂志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就显示，拜登目前以44%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的40%。美国当前政治呈现出严重的极化趋势。当前呢，围绕特朗普的司法指控，在美国国内政治当中，更多的还是被视作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民主党对特朗普的指控越严重，对特朗普的政治攻击呢越猛烈，共和党方面呢反弹也一定会更加的强烈。